开心跟大家见面了啊！而且今天是当众卖艺，我们在一个非常大的超市临沂啊，相当大一个超市，他家超市连锁店，这老板是我一个兄弟，叫大伯啊，不能叫兄弟，叫大伯。然后今天他把他儿子给派来了，完了告诉我随便祸害，我今天就带着你们整个全体育力军咱们逛超市啊。然后今天呢，咱们先讲新闻。第一个新闻，家人们就像我们说的啊，就现在呢，就是我这2天，我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啊，我确实关注中东了，我确实关注俄乌了，但是我更加关注的是小本子的动作，因为我觉得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事情串起来还非常危险。你们有没有这么感觉到？就是感觉到很奇怪，尤其小本子好像是就是跃跃欲试了，感觉要摩拳擦掌了。为什么呢？就是前2天我说了，我说这个在北方四岛啊，就或者叫南千岛群岛啊，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呢就很危险，就包括小本的叮当456的船呐、包括俄罗斯的飞机啊，在这地方都呜呜旋旋出事儿。然后另外呢，小本的改装的船，包括小本的什么增加兵力，再增加什么巡航导弹，反正整个日本这个活动啊，对于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也说了，我说这个地方有事儿都轮不到咱们出手，最强8零后售后大哥叮当456就得干他，对不对？但是今天家人们，我终究我是错付了，家人们，我终究是我分析错了。说什么事儿呢？这个也不一定。但是说日本现在不但要对俄罗斯出手，而且他还武武旋旋要干什么呢？他要跟北约在一起对白俄罗斯下手。兄弟们，你们敢想不？我是不敢想。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我都蒙圈了。但是家人们可但是了啊，咱说白俄罗斯这个动作可圈可点了。为什么？反应非常迅速啊，迅速出手，直接在白俄罗斯边境和乌克兰边境地区逮了一个人儿。这个人啊是日本一个间谍。那么问题来了，日本跟白俄罗斯它不搭嘎呀，8字搭不着一撇啊！你亲戚8辈子你都出去了，为啥小本的会派一个间谍到白俄罗斯去搞事情呢？对不对？柬埔寨那个事儿咱们都明白了，说都是小本的间谍搞的事儿嘛，在他们那发动的颜色革命，这最后让那个瓦格纳叮当456给锤了嘛，就一窝人啊，一窝去了，记不记得家人们？然后在白俄罗斯又要搞事儿，他要搞什么事儿？今天咱聊聊第一个话题啊，老炸裂了。第二个话题，兄弟们，昨天咱讲了啊，你看咱的消息比正常的消息快半天。今天你们刷头版头条的时候，一定刷到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了，就是乌克兰整个高层大换血。我告诉你，大换血之后，兄弟们，就绝对绝子要出大事儿，绝对这些人啊，换的这20来个人都是美国培养的那精锐狗啊，精锐狗。所以说现在泽连斯基彻底放开了，放开之后抛弃正面战场。直接下令让乌军在俄罗斯本土大规模集结，而且今天说话了，说我要永久保持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我要做这个保持军事行动，什么概念啊？而且还公布了说乌克兰要把战火在俄罗斯这个本土永远烧起来。这泽连斯基疯了吗？他是要干啥？现在我跟你说，泽连斯基也疯了，脑子不正常。整个乌克兰换了这20来个高层之后，家人们你就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再把乌克兰当成他们的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乌克兰是他们的祖国。这场仗打到现在，兄弟们，那不是保家卫国了，知不知道？那就是为美国冲锋陷阵了。所以现在整个一个战略，咱们下来就分析啊，很多人分析就是泽连斯基肯定啊，就打算已经做好准备了，要换家战术，放手一搏，还是真是美国换人那条旺旺，是不是？跟美国冲锋陷阵，这是第2个话题。第3个话题，家人们。昨天我们说了巴以停火吗？停火到第2阶段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第2阶段、第3阶段，反正我也没关注啊。这个就反正就说了，说是进入到第2阶段。完了，第2阶段呢要退出那个叫什么走廊嘛，是不是啊，家人们？然后兄弟们，到今天为止，9月1号停的火，到今天第5天了，出大事了。内塔尼亚胡私人住宅被抗议者给攻破了，给干了。大别墅砸的稀巴烂，砸成大厕所了。内塔尼亚胡兄弟们一怒之下啊，同时对着谁呢？约旦和西岸，再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叮当456一顿狂轰滥炸。出了这种事儿，停火还能不能继续了？兄弟们，我咋说的？我说这个停火就是扯淡，根本完全不可能，对不对？那么出完这个事儿之后，家人们，我就问你们，黎巴嫩真主党究竟应该或者如何报复？这是第3个事儿啊，感谢小飞飞啊。那么第4个事儿是什么呢？美国即将动手之前啊，突然之间发现一个大事儿，什么事儿呢？俄罗斯20多枚海燕核导弹部署了，而且部署还不算事儿呢。最夸张的是，现在已经放在发射架上了。别尔哥罗德
核潜艇直接在美国西海岸露头了，老铁们，你就说这个世道家人们还安全不？普京更是直接宣布即将修改核武器的使用规则，家人们，难道这次轮到美俄直接对抗了吗？另外兄弟们，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东方大国的海军陆战队在今天直接干到了巴西去演习去了啊，去演习去了。现在里外里什么概念？东方大国俄罗斯那是齐头并进，携手共行啊！又是白令海峡4个战斗机，俄罗斯俩，咱们俩是吧？叮当456干过去了，又是到巴西门口叮当456演习去了。兄弟们，万事都有目的，人做事有目的，组织做事有目的，公司做事有目的，国家做事也有目的。我就问所有直播间啊，1000多人啊，1万多人啊，将近2万人，我就问大家，俄罗斯包括东方大国这个行动意味着什么？你们把你们的答案扣到公屏上，但是我的结果我告诉你们，俄罗斯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对美国一个威慑，说你别让你的小弟叮当456在我本土上那个五五旋旋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在五五旋旋，我保证我俄罗斯本土燃起战火的时候，你美国本土必然燃起战火。为什么？过去的是别尔哥罗德核潜艇啊，兄弟们，美国西海岸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西海岸是美国最富裕的地方，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朋友们，我们去干啥去了？就告诉你大老美，原来说我们最牛的是什么？我们最牛的叫区域拒止能力。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全我们东方大国海岸往外延伸5000米之外没有敌人，5000公里没有敌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美国已经保不住了，对不对？但是最开始我们也说了，远洋作战我们不行，对吧？我们认知，我们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但是现在无论是白令海峡，无论是非洲，无论是埃及，无论是各这那那马肖的地方演习，这次又干到了巴西，什么概念？就告诉你，老子现在不仅有区域拒止能力，还有远程投送能力，对不对，家人们？同意我这个观点，给我扣个同意啊！然后另外还有什么事儿呢？土耳其家人们。土耳其暴揍美国海军士兵这个事儿，昨天不是刚讲吗？啊，没平息呢。然后委内瑞拉呢出手了，家人们。委内瑞拉前2天他们老大的飞机让美国给扣了，就说什么违背了什么美国那个就制裁啊，把那个飞机直接给拉美国去了。搁谁不来气呀？搁谁？搁你能忍不？对不对？所以委内瑞拉现在已经出手了，直接把一个美军的一个现役的海军给逮了。并且拒绝老登政府要人的请求。那么问题来了，美军到委内瑞拉干啥去了？马杜罗为啥敢拒绝美国人的请求呢？今天兄弟们，消息叫一个爆炸，消息叫一个非常离谱。什么事儿呢？咱央妈新闻啊，今天上午报道的，说有一个日本的特工在白俄罗斯境内被逮了啊，被抓了。我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什么呢？我这标题我太哇塞了。真不错，点击量嘎嘎一嘎子呀！这小本子的特工不应该咋的了？小老弟儿啊，我说这小本子的特工，我跟你说，老多人围观我了，家人们，小心往上点，太吓人了啊！这小本的特工不应该是在俄罗斯被抓吗？怎么在白俄罗斯被逮了呢？对不对？毕竟啊，小本呢跟白俄罗斯之间完全不搭嘎，地缘不搭嘎，资源不搭嘎，人不搭嘎，政策不搭嘎，啥也不搭边啊，对吧？反而是最近小本子要偷袭南千岛群岛这个事儿，那小本子包括大漂亮，现在已经快藏不住了，是不是？但是呢，等我查了一下白俄罗斯这边详细的报道之后，好家伙，我发现了，我有时候吧，家人们就真的是单纯了，真的，小女孩单纯了，朋友们，太天真了。我居然把小本子这个野心呐，我想窄了，给人家想小了，怎么回事呢？你们知道啊？这个日本特工在哪儿被抓的不？老铁们，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然后这货呢，拿着这个相机，对着白俄罗斯，包括他的军事设施，叮当一顿拍照啊，被那个白俄罗斯军队无人机给发现了啊。随后呢，这个白俄罗斯士兵二话没说，开着车一脚油门干上去了。然后等抓住这货之后呢，狡辩呢，就说：“哎呀，我不是间谍啊，我来拍照的，我来拍风景的，你们可不能跟我动手动脚的啊！”而且还说了：“妈，我自己是日本人呐，我要联系日本大使馆，我要解决这个事儿啊！”就五五旋旋，一说这，肯定有老铁就说了：“妈呀，这玩意儿都发现了，还能饶了他？肯定饶不了啊，是不是？那白俄罗斯怎么能把他给饶了呢？”我跟你们讲，
当时一说这话，白俄罗斯士兵嘛，他也没见过这牌面，按道理来说，白俄罗斯跟小本子之间也确实不太搭嘎。他寻思算了吧，万一要是真抓错了呢，是不是啊？那就改变点态度吧，就打算等正常的审查手续下来了，然后再去审问。就看到这种情况，朋友们，这小本子连掩饰都不掩饰就笑了。但就在小本子笑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间啪嚓一个大嘴巴子直接干他脸上了，嘴巴差点没扇歪了。真的，家人们，怎么个事儿呢？你猜谁来了，家人们？你猜谁来了？瓦格纳士兵来了。瓦格纳，我跟你说，在那个柬埔寨刚搂完小本的大嘴巴子呀，叮当456一顿干呢。在白俄罗斯，巧不巧，你说又抓着一个小本子的间谍。到了之后，老铁们直接就一句话：小本子都杀了几百个人了，多你一个咱也不算啥，你还联系大使馆，你想的美？说完之后，哭哭两个大嘴巴子，直接把这个小本子间谍叭就给干晕过去了。紧接着，朋友们啊，瓦格纳士兵和白俄罗斯士兵直接回营地了，开始检查相机里面的照片。这一看，好家伙了！这小本的间谍几乎是把白俄罗斯包括乌克兰边境附近所有的基地位置，包括防空系统的位置，甚至是兄弟们后勤运输路线都给记录下来了。你这行为你是造风景呢？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吗？这不是啊，对吧？你说这小本子不是间谍，他是干啥的呀？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战争而做侦查的吗？所以这个瓦格纳士兵当时我跟你说就怒了，真的又是小皮鞭子蘸凉水，叮当456大铁锤一顿审问，从这个小本的这个间谍嘴里面就撬出来他这个居住地了。然后瓦格纳这帮人带着一些白俄罗斯人就到这个居住地一看，还有更狠的呢，家人们，你们猜啥？这个日本间谍除了拍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军事设施，还和白俄罗斯境内有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保持联系，并且这货还把东方大国白俄罗斯之间一带一路关键节点都给标注出来了。你说呢不得？你说狠不狠？你说该不该收拾？你说这个小本子没事他标注一带一路节点干啥呀？他喜欢呐？肯定不是啊，他这是要搞破坏呀，对不对？另外在他住的地方还找着几个重磅的消息，但是白俄罗斯这边没公布，我估计应该是找到同党的联系方式了。为了不打草惊蛇，所以说白俄罗斯才选择只公布一部分情况。你们想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说这次白俄罗斯发现日本这个间谍，接下来会咋处理呀？小本的这边他会不会搞什么外交照会要人呢？这事儿朋友们怎么说呢？怎么说？一开始我是真觉得按照小本的这个德性他这个剧本他一准得搞事儿，得把事儿闹大了，然后诬陷白俄罗斯暴力审问啥的。但是朋友们，真是我高估他了，这事儿的发展不是这样的。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了之后，这小本的外务省第一时间就发消息，就解释说这个日本人就喜欢关注国际局势，根本和间谍扯不上边儿。但是呢，转过头这个澄清消息被删了，所以你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了吗？啥意思？不懂了，对吧？然后我就查呀，家人们，我这一查，好家伙，不是别的了，而是因为什么呢？日本间谍被发现这个事儿，直接把美国计划啪嚓给打了个大嘴巴子，美国计划给破坏了，逼得大漂亮准备提前开始行动了。兄弟们，这个有人说了，这个行动我爱听啊，什么行动？大漂亮要干啥？老铁们，这个行动听清楚就是由乌克兰当炮灰，北约军队做主攻，最后日本协助，同时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听完之后你起没起鸡皮疙瘩？不是我隔着屏幕吓唬你们家人们，因为现在白俄罗斯逮的这个日本间谍，这次大漂亮已经彻底不装了。我们来看看参考消息，咱们拿新闻说话。参考消息，今天中午11点57分最新报道说，乌军在俄罗斯本土突然之间集结一大批的新部队。你们没听错，乌军老铁们已经没人可用了，又是干俄罗斯本土，又是在白俄罗斯边境。现在乌军在俄罗斯本土突然之间再次集结一批新部队。这乌军跟个老鼠似的，躲着快1个月了，今天不躲了，反而是直接集结了
啊，直接就集结这些残兵蟹将啊，什么虾兵蟹将啊，要干啥不知道。但是根据可靠的消息，这次乌军最起码集结了8000人的兵力，预计在明天8000人全部到岗。吓人吗，家人们？哪儿来的8000人呢？说到这儿，你们可就问了啊，说这个乌克兰集结这个部队，俄罗斯卫星上都看见了，那普大帝咋不叮当456干他呢？这人一起扎堆，那轰炸多爽啊，事半功倍呀，对吧？其实兄弟们，一开始俄罗斯这边也是这么打算的啊，毕竟这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叮当456干死了600多个乌军，据说现在长猴了。现在说了，不仅炸死这个宾馆里的这个训练基地里面的北约了啊，说昨天俄罗斯发那个伊斯坎德尔导弹，还炸死了另外的一部分的北约的军官啊，一共先里外里加起来700来个人。昨天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干死了北约包括乌克兰士兵700多人，简直不要太爽。但是兄弟们，今天也打算动手了，就在打算动手的时候，你们猜发生啥事儿了？普大帝一看友好国家直接发了一个卫星图，发完之后看完之后当时就愣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家人们啊，乌军集结起来的新部队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现在俄乌这个争夺正激烈的红军村调集过来的。家人们，我们讲过这个红军村吧？这个红军村可老呢了，可不简单的，朋友们。我上个月2来号的时候就说过了，咱且不说红军村一旦被拿下，俄军这个机械化部队直接就能杀进这大杀四方，直接干到基辅，对不对，家人们？一个纽约村，一个红军村，但凡这两个地方被干了，所有俄军机械化部队，包括什么坦克的装甲车、叮当456，直接干到基辅，没有任何商量。咱就说啊，这个红军村的后方8公里有一个据点，在这个据点里面有法国2000人正规军部队，你们敢信不？你们是不是不敢信？但是这就是事实。红军村后面8公里据点有2000个法国正规军。你说俄军拿下红军村之后，这2000个法国人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不？你继续待这儿，还是直接拍拍屁股走了？如果你继续待在这儿啊 ，OK 了，这个地方的进攻压根就基本没有了。俄军直接开启火箭炮，包括导弹，就给你来个洗地。我就问你，2000个法军能打死多少个俄军咱不知道，但是你这2000人100万全部报销，没一个能活着出去的，对吧？到那个时候啊，法国怎么办？你继续增兵吗？法国不可能的，这2000人都不知道从哪鼓捣出来的，很明显不能啊，对吧？而一旦法国这边怂了，兄弟们，我就问你，他是打前站来的，北约所有的国家敢有大动作吗？没有一个敢的，对不对？那么说到这儿，有人就会说了，马克龙直接让2000人跑路不就得了吗？哎，这跑路就更完蛋了。且不说法国这2000人基本都是步兵啊，没有啥机械化设施啊，根本跑不过火箭炮啊。咱就说啊，这法国一旦跑了，不就说明自己在害怕了吗？那对于北约其他国家影响是不是就更大了？所以说这次家人们，普大帝看到这次泽连斯基把原本增援给红军村的士兵送到库尔斯克州之后，当时就乐了，就决定妈呀，先可别干他，先示弱，一定要引诱其他乌克兰把正面部队更多力量投入到库尔斯克。兄弟们，库尔斯克现在就是俄罗斯一个口袋阵，来多少死多少，让你死多少你死多少，一个人都不给你报废的，对吧？这样一来呢，俄军在正面战场的压力相当小。本来乌克兰就没有多少人，现在就指北约打仗呢，把北约整个2000人你调到库尔斯克，你再试试正面战场，对不对？而如果有人说这不是换家吗？家人们，打换家战术的话，那结果根本不用想，他换什么家呀？乌军就算再加2个增援的旅，咱就不说2个旅，2个师你过来，兄弟们，你再过来2万人，你看能怎么着？现在剩余的兵力撑死也就1万人左右。俄军呢，家人们，俄军是在本土作战呢，兄弟们，200万的士兵啊，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志愿兵呢，对不对？他在乌克兰本土作战的士兵几十万，你说这真是要打换家战术，乌克兰的凭啥呀？而泽连斯基啊，他对着这个后果，对现在这个后果呢是完全不在意的。昨天晚上直接录了一个小视频讲话了，是要让乌军
咋说的呢？这个是头版头条，今天说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说的，说要让乌军永久占领俄罗斯的土地。我的个妈，他得借8个狗胆8个熊胆才能说出来这个话，说要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啊永远占领。说白了就是家我不要了，你随便拿，但是你俄罗斯的本土一直会有乌军在搞破坏，对吧？那说完这个问题就来了，大家有没有好奇的？说这个泽连斯基到底要干啥呀？基辅不要了，非得赖人家俄罗斯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占那个库尔斯克州真是鸟不拉屎，啥也没有，就有一个库尔斯克核电站，对吧？原因很简单，因为小泽现在已经看出来了，现在乌军你别说打赢了，你连维持局面你都做不到，你没有那个牌面，你没有那个实力。咱就东方大国有句老话，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就别揽那个瓷器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战争距离结束，兄弟们，我告诉你就已经不远了。为什么，朋友们？你就看啊，俄罗斯打死不可能3线开战，你懂我的意思不？但凡如果想跟小本子在北方四岛，如果要叮当456五五玄玄呼呼哈嘿一下，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仗绝对得快速打，知道不？现在你看见了吗？俄罗斯现在都不眨眼睛，只要发现北约士兵就是一个字炸，干死，就一个字死，活着浪费空气，死的浪费土地，我就让你一缕青烟上西天，直接原地给我立坟。只要发现北约士兵，不管多少人，伊斯坎德尔给我上，直接干他，精确制导，大当量的轰炸。有没有发现？就昨天老铁们一波操作猛如虎，直接干死700来个人，里面不乏有1/2，将近1/2都是北约的呀，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如果按照这种节奏打下去，如果小本的真要下场，如果小本的不管是对白俄罗斯还是对俄罗斯，他真要下场的话，家人们，我告诉你，俄罗斯跟乌克兰也快了。这2天你们看见了吗？美国出手，泽连斯基配合，直接把乌克兰整个高层换一遍，换了20来个人，7个部门全部换成为了美国利益啥都敢干的极端人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泽连斯基有选择吗？没有选择。也许小泽还对他的祖国有一丝丝的留恋，但是老铁们，你别忘了，小泽是个犹太人，对不对？另外，家人们，换整个高层换完之后，胳膊拧不过大腿呀，20来个人围攻你一个人，你咋干呢？是不是你泰森你也干不过呀？对吧？所以说小泽现在什么概念呢？脚一跺心一横，打算在最后的时间里面狠狠从美国那儿捞点钱，并且为了打完之后美国能给他安排生路，全心全意啊，为了美国的战略服务。而美国现在要干什么呀？说白了，不就是想赶紧出手救活中东吗？对吧？你们可能会说，这个巴以都停火几天了啊，现在美国人不是正在卖力把这个短暂的停火变成长期停火吗？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有必要玩这么大吗？老铁们怎么说呢？巴以停火是好事儿，我就问你家人们，咱们老百姓啊，咱们是东方大国的老百姓，八竿打不着那边。我就问你，现在我跟咱们全屋里面2万多人说，我说巴以停火能变成长期停火，你们信不？你们信得给我抠波信，不信给我抠波不信，对不对？然后我接着跟你们讲，巴以停火是好事，但是老铁们，刚才我说结论了吗？我直接跟你们说，内塔尼亚胡他压根儿不想停火，对吗？9月3号，美国、埃及、卡塔尔喊话说，以色列反正是不知不觉的，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进入到停火第2阶段了啊！说在以色列在第2阶段停火期间撤出费城走廊，对，结果今天第2阶段停火马上结束了，内塔尼亚胡有回应吗？一点回应都没有啊！反而是家人们，今天你知道干了个什么事儿吗？以军趁着停火期间突袭哈马斯在加沙12个据点，损不？而且突袭加沙就算了，这内塔尼亚胡生怕这个战争的温度降下来呀，于是小胡子在昨天晚上啊再次下了个令，先是对约旦河西岸，也就是法塔赫那个控制区，叮当456 2次袭击，直接导致200多个人死伤啊，并且呢，以军杀完之后还没退，而是直接命令地面部队驻扎过去了，也就是直接把巴勒斯坦人的地盘给抢了。朋友们，你要问说为啥这个以军敢这么狂，那还用说吗？哈马斯虽然弱一点，但是以军跟哈马斯打，那就是他一准挨打，而且还要被干得更惨。而法塔赫呢，虽然说前段时间北京宣言这个发出去了，巴勒斯坦10几个派别已经走在一起了，但是这个法塔赫老大还是那句话，不抵抗政策。哎，这就导致以军杀到约旦河西岸的时候单方面屠杀。老铁们，我告诉你啊，
以色列的军队干到约旦河西岸比干到加沙还要惨，因为约旦河西岸基本没有啥战斗力，刚才我说了，单方面屠杀，他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被干。以色列这帮人，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军他怎么可能不在法塔赫的地盘上嚣张啊、跋扈啊？这次导致200来个巴勒斯坦人死伤，我跟你们说，这只是刚刚开始，知道不？最多就是个开始。为什么？因为现在以色列有计划把难民都给往这边转移，懂吗？都要把难民全都转移到约旦河西岸。而以色列现在有大概多少难民呢？保守估计30万，据我估计40万，不是加沙难民，兄弟们，你们说错了。以色列打算把他们的难民往约旦河西岸转移。为什么在约旦河西岸屠杀呀？40万难民在以色列的北边，老铁们，你们看新闻的，你们看视频的都打烂了，没法住人，所以就需要更大的地盘啊。所以以军怎么可能会停止抢地盘这个行动呢？本来就不够地方啊，对吧？那说完这个，还有个事儿，朋友们，也是够狠的，真的。本来呢，黎巴嫩新说了啊，说那个给加沙这个小孩打疫苗呢，他也歇2天呗，是不是？结果这个内塔尼亚胡心里说，现在光靠哈马斯肯定就不能让美军下场啊，要逼美军下场怎么办呢？咱得干票大的呀，要么是黎以战争爆发，要么就是伊朗直接开战。而伊朗呢，现在巴以名义上停火还在进行，他是压根儿不可能出手的。那么想搞事儿，朋友们，如果你是以色列，你是不是得把眼珠子盯紧黎巴嫩真主党的身上下手啊？于是乎，老铁们，内塔尼亚胡脚一跺心一横，在昨天晚上直接下令了，连夜对黎巴嫩发起一波大规模的轰炸。这么一炸，又导致黎巴嫩那边30来个村子、30来个村镇出现几百人的伤亡。那你说黎巴嫩真主党什么脾气？他能忍得了这个吗？对吧？所以真主党老大当时怒了，知道吧？说以色列，我真是给你脸不要脸了。我大哥都觉得这次停火能搞回去，但是我告诉你，老子不吃那一套，你知道吗？你巴以冲突和黎以战争那是两码事儿。我不是哈马斯，我不是加沙，我叫黎巴嫩真主党。说完之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是真虎哨的，真是大哥头的了，对着以色列又是叮当456一顿干。兄弟们，你知道在昨天晚上发了多少枚火箭弹吗？200枚火箭弹，200枚。如果放平时，这200枚火箭弹不算啥，确实不算啥，对不对？但是家人们，你们别忘了，现在以色列这边可是100万人左右在搞抗议游行啊。所以说这200枚火箭弹的威力，那是直接被发挥到极点了，老铁们，直接被发挥到极点了。当然真主党人家也不是傻子，最后袭击的地方基本都是以军的军事建筑物，对平民区包括特拉维夫基本上是没轰炸的。但即便这样咱就说这100万人左右正抗议呢，突然之间防空警报挠挠响，你说以色列人会怎么想？肯定是有人害怕呀，有的人一来劲儿会要求以色列赶紧对黎巴嫩发起报复行动。而这种结果，朋友们，就恰恰是内塔尼亚胡最想看到的结果。他就是想激化中东的局势，逼着美军下场，帮他干翻黎巴嫩真主党。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而且这一招，老铁们真投资了以色列。你们记不记得前2天我说了，以色列但凡想治这些游行的人，就是干黎巴嫩，让黎巴嫩干他，干完他之后，整个防空警报一响，那就兔走猢狲散，真的直接什么游行赶紧回家猫着去吧。所以说对美军虽然说现在巴以是分阶段停火，但是朋友们，对于美国来说，局势反而是更加严峻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这边呢才会这么着急，直接打算了乌克兰在俄罗斯集结军队，然后开始来一波大活，同时让小本子在南千岛群岛搞事儿，对吧？只有这样的话，朋友们美国他才敢下场中东，然后帮着以军去解决谁呀？解决黎巴嫩解决伊朗，解决也门。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要问了说既然美国人的计划都已经整好了，怎么还没打起来呢？这到底拥护点啥呀？我跟你们讲，家人们这才是今天最刺激的事情。本来呢，乌军昨天开始在俄罗斯本土不是集结8000人吗？
然后美国已经安排北约12个国家，老铁们，你知道准备了多少人吗？昨天美国安排北约12个国家，准备了22万的兵力，打算利用之前这个情报，从哪儿走呢？要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直接同时发起进攻。然后与此同时呢，包括小本的那边21艘军舰都已经做好动手的准备了。当然啊，最狠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在昨天晚上，4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中东和欧洲的美军基地180多架战斗机，还有4架战略轰炸机都已经做好准备，要协助以色列的军队对黎巴嫩直接发起总攻了。结果就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准备下达命令动手的关键时刻，朋友们，千钧一发，直接出大事了。美国五角大楼这边紧急喊话说：“别动手啊，不能动！”一听这话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总司令当时怒了，什么这都准备好了，你让我收手，你给我合理理由来，直接怒了。然后美国五角大楼啊，一点没客气，直接甩出来一份文件，说从7月份开始，美国商业卫星就发现有个事坏了，疑似俄罗斯叫海燕核导弹的发射基地。然后这1个多月啊，这家商业公司一路追踪一路调查呀，现在已经确认消息了，俄罗斯不但将海燕导弹进入到部署，而且至少部署了9个发射基地，然后每一个发射基地里面有3枚海燕核导弹，再加上美国西海岸这边，家人们在8月底的时候出现了个事儿，说还发现什么了呢？发现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号的核潜艇的信号了。你这次直接在中东下场，你没事啊，但是你要让北约那22万大军还有日本军舰，你同时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发起进攻，兄弟们，美国本土必被干，你们信不信？俄罗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可以干我本土，我也让你本土陷入到战火当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总司令一看，还有那个美国最高的那个级别的将领啊，美军的那个参联会主席部长一瞅，当时吓得兄弟们满头大汗。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俄罗斯海燕核导弹的情报居然跟美国商业卫星发现的是一样的，而且就是美国商业卫星发现的。而美军的情报机构，家人们啊，就是军队的情报机构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情。什么概念？这问题不亚于去年美国和以色列都没发现哈马斯进攻计划呀。虽然说美国这边他觉得俄罗斯不一定会动用核武器，但是朋友们，你说就现在的这个美国，他敢赌不？他是不是不敢赌？要什么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就算了，关键这次普大帝准备的后手是海燕核导弹，而且直接部署了，部署9个基地，9个基地每个基地3枚，一共27枚。我就问你能不能干了美国，对吧？你们是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离谱，它跟普通那个核导弹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普通的核导弹就是火箭加上核弹头，而海燕核导弹，朋友们，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普通，它是核动力系统。理论上来说，这个玩意儿的射程跟火箭都是火箭的好几倍，而有了这种核动力系统，好吗？俄罗斯就能通过不断的变路线、变轨、变换路线，直接绕开美国的防空系统。咱说的更严重一点，甚至有可能炸到美国之后，老美才意识到自己被核爆了。我这不是在吓唬人啊，不是在吹，这是美国战争研究所报告的原文。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家人们？是俄罗斯前2天还专门公布了一个消息，说普大帝正在下令。这个消息咱也说了啊，提过一嘴，说干什么啊？俄罗斯现在下令在修改俄罗斯核武器的使用规则。那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普大帝要修改核武器的使用规则，肯定不会往更严格的方向去修改吧？咱们都是人呐，都能想明白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次啊，美军都准备动手了，转头一看，我的个乖乖呀，整整27枚的海燕核导弹都在发射架上呢，还有一个别尔哥罗德的核潜艇在美国西海岸呢，玩个毛线呢？还玩啥了？对不对？那你说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有啊，朋友们，美国可以不要菜，喝2杯，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动手这个计划取消，
那就直接让4000个美军，包括180架战斗机，包括好几架什么侦察机，直接对着黎巴嫩叮当456干呗。40枚轰炸机啊，我说错了啊，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不行，是吧？就是我放弃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我不干欧洲了呗，我直接下场中东呗。4000个地面部队呢，180个战斗机呢，40架轰炸机呢，我干黎巴嫩有毛病吗？没毛病，看起来是不是行？可行啊。但是兄弟们也不行，有啥？为啥不行啊？老铁们，咱仔细分析啊！你们就想，之前美英联手对着也门叮当456几十架，甚至是100多架战斗机轰炸呀。结果呢，朋友们，也门有事儿不？也门有点事儿，耽误也门干活没？没耽误吧？跟没事人一样啊！美英联军都没停手啊，也门反击叮当456开始了。而这个事儿换到黎巴嫩身上，虽然说这次啊美军的架势非常大，但是你们觉得黎巴嫩会被这一波直接给干废吗？肯定不会，对不对？而一旦黎巴嫩撑住了第一波 OK 了，朋友们啊，后面美军在中东的所有基地是不是都得危险了？俄罗斯要想帮助中东的哥们儿，老铁们是不是也得名正言顺了，对吧？一旦到那个时候，就算美国人真把伊朗给收买了，这中东战争美国也掌握不了局势了。所以眼看这个后果，兄弟们他真承担不了，这美军也嘎巴溜丢脆，直接停止行动。可以说这次这个事儿其实是险之又险。但是老铁们啊，你们可别觉得这个事儿到这就结束了。这次美国方面已经是公布了俄罗斯海燕核导弹部署的地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已经开始要着手去处理这个威胁了。那倒不是我不相信俄罗斯，主要是美国人手段阴损狡诈，坏的招太多了。除了间谍、颜色革命啊这些呀，美国电子战，朋友们，电子战干咱们是小孩，但是跟俄罗斯是有一拼的，对吧？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俄罗斯的核武器目前用的都是自己的那个卫星系统啊，叫什么格罗纳斯啊，那个卫星导航系统。而美国呢，朋友们，它可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在公开研究如何破坏卫星的国家。所以怎么说呢？之前啊是美军没有注意到，但是一旦美军开始注意了，并且开始着手处理的话，朋友们，俄罗斯手里的海燕核导弹产生的威胁啊，可能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而一旦这个威胁被美军给解除了，你们说美国人会不会再搞一次中东的行动啊？所以怎么说呢？接下来啊，家人们，中东也好，俄乌也好，绝对得出大事儿。